说到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对决，想必不少人都能想到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战役。但说起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对决，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当然，这场对决肯定是发生在美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但具体地点并不是珍珠港和中途岛，也不是莱特湾，而是很少被人提到的马里亚纳海战。这一战中，美军出动了15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12艘轻巡洋舰、8艘重巡洋舰、67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约900架飞机。日军也派出了9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2艘轻巡洋舰、11艘重巡洋舰、20艘驱逐舰、450架舰载机和300架岸基飞机迎战。按理说，日本对这片海域更加熟悉，而且附近的关岛、塞班岛还驻扎有日本的军队，怎么说也应该和美军打个5-5开。但事实是，战事刚起便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日军被美军打得几乎无还手之力，美国人甚至把马里亚纳海战称为马里亚纳烈火机大赛，而这里的火机指的就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太平洋战争初期，零式战斗机不说是所向披靡，也可以说是难遇敌手，一度打得美军叫苦不迭。为何短短3年时间，零式就能被美军轻松击败，成为他们口中待宰的火鸡？马里亚纳海战的战局又为何会一边倒？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伊始，日本便兵分数路进攻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急于求成，战线拉得太长，日本在战略上开始显露进攻乏力、防守失位的迹象，逐渐在太平洋战场陷入困境。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军失败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战局开始向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随后的瓜岛战役，日军不仅没有实现重新夺回战略主动的作战企图，反而其军事实力进一步受到削弱，最终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此后，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处处设防，甚至不得不在西太平洋拉起防线，阻挡美国的推进。马里亚纳群岛就是日军防线的关键。而盟军也意识到，想要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工业实力，就需要占领地位重要、位处于日本绝对国防圈上的马里亚纳群岛作为 B-29 战略轰炸机基地。为了夺取该岛，盟军中太平洋战区兼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指派中途岛战役时表现优异的雷蒙德·阿姆斯·斯普鲁恩斯担任第5舰队总指挥队，并负责掩护登陆马里亚纳的部队，而日本则派出小泽治三郎率领刚整编完的舰队主力第1机动舰去迎战美军第5舰队。一场史无前例的航母对决开始了。1944年6月，为了保护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登陆部队，斯普鲁恩斯使用了主次颠倒的阵型。他把战列舰摆在航母外围，充当防空网和挡箭牌，航母则只守不攻。面对质疑，斯普鲁恩斯回答道：主动出击固然稳妥，但我们不是在打海战，而是在打一场2栖登陆战，我们不能去赌博冒险。6月19日凌晨，日军首先发现了美军的航母编队，小泽治三郎计划将航母编队停在距离美军400海里处，然后利用日军轰炸机航程更远的优势出击，轰炸美军舰队一轮后，日机到马里亚纳的机场加油，然后再次轰炸美军舰队，最后返回到航母上。但日军行动第一步就遭遇了不测。就在日军飞行员高呼着皇国兴衰在此一战起飞进攻时，海军观测员突然发现了美军潜艇。原来早在到达战场之初，斯普鲁恩斯就派出了多艘潜艇寻找日军踪迹。这艘青花鱼号潜艇正是被提前部署在这片海域的。青花鱼号选择了日军旗舰号称击不沉的大凤号航母作为目标。青花鱼号发射了2枚鱼雷，关键时刻，一架刚起飞的日军飞机直接俯冲下来，钻入海底，与一颗鱼雷同归于尽，但还是有1枚鱼雷击中了航母。大凤号的装甲雄厚，一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但大凤号针对水下鱼雷的防护不足，这个隐患会在之后显现出来。小泽治三郎虽然对此很是吃惊，但并不慌张。
他下令320架升空的战机分成4个梯队攻击美军。在距离美军舰队70海里的时候，美军雷达监测到了日军的踪迹后，连忙让地狱猫战斗机群起飞迎敌。但因日军发现美军的时间较早，占据了先手优势，美军飞机没有足够的时间爬升到相应高度。正在美军心急如焚的时刻，日军给了机会。日军的精锐飞行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现在的飞行员训练不足，飞行经验不够，自己竟把自己的队形跑乱了。日军不得不花10分钟重新组织编队，也就是这10分钟的功夫，美军的地狱猫机群顺利起飞。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最大功率只有875马力，但由于机体轻，其速度可以达到533千米每小时，航程也达到了惊人的2200千米，远超当时美国的主力战机。美国海军为了获得能够与零式相匹敌的舰载战斗机，专门研究出了地狱猫战斗机，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功率更强，甚至全身装甲，连挡风玻璃都是防弹的。果不其然，在地狱猫战斗机面前，零式很快就败下阵来。10时许，空战进入高潮。埃塞克斯号航母的战斗机大队长麦坎贝尔驾驶 F6F 冲入日机编队，一举击落4架日机。来自列克星顿号航母的弗雷希尔中尉冲入日机机群，在60米的近距离开火，炮弹360发就击落日机6架。同时，美军战舰发射近炸引信对空炮弹，更是给予日机沉重的打击。很快，日军的第一轮攻势就被美军瓦解，日机损失了42架，没有一架能飞到航母上方。中午11时，日军第2次攻击到来，但日军的攻击很快就演变成了美军对日军的单方面屠杀。地狱猫战机围着装甲不足、飞行员素质不够的零式战机一顿穷追猛打，日机纷纷中弹坠海，甚至出现同时有15架飞机坠毁的场面。整个战场浓烟滚滚，枪炮声震天，大片日机化作火球坠入海中，宛如一场流星雨。战后统计，日军飞机共被击落315架，美机则只损失了26架。一位美军飞行员在无线电里兴奋地大叫：“这真像古代的烈火机啊！”于是这场激烈的海空大战以马里亚纳烈火机彪炳史册。在防御日机进攻的同时，美军潜艇也没闲着。美军吉奇号潜艇潜入了日军编队，此时日军的祥鹤号航母正在收回飞机，无法动弹。随后吉奇号发射6枚鱼雷，3枚命中，祥鹤号于2小时后沉入海底。与此同时，之前被潜艇击中的大凤号也出现了问题，大凤号油气外泄，舰上人员又不慎引起了火花，很快航母燃烧了起来。随后大火引爆了大凤号的弹药库，航母内部发生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小泽治三郎不得不离开旗舰。下午6时，大凤号也沉没了。虽然2艘主力航母沉没了，但小泽治三郎并不是十分慌张，他只是在担忧一个问题：航母沉了，我那些舰载机在哪里降落呢？是的，此时的小泽治三郎还不知道前线的大溃败。因为侥幸逃生的日军飞行员向小泽治三郎虚报战果，称击沉了数艘美军航母。小泽治三郎听后定了定神，决定乘胜追击，梭哈一把。他命令战斗机继续对美舰发动进攻。也不知道谎报战果的飞行员后悔了没。6月20日下午，美军航母终于锁定了日军舰队的位置。斯普鲁恩斯下令战机起飞，美军85架战斗机、77架轰炸机和54架鱼雷机朝着日军舰队的方向飞去，冲到了日军舰队的上方，向日军航母投下了数不清的炸弹。日军的飞鹰号航母遭到美机的轮番轰炸，不久便沉入海底。瑞鹤号、隼鹰号、千代田号3艘航母也被数枚炸弹命中，伤痕累累。就连日军起飞迎战的飞机也被击落了65架。小泽治三郎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他后悔没有早点撤退。晚上20时，日军舰队趁着夜色仓皇逃出战场，美军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下午时分，斯普鲁恩斯不愿放过战斗机会，于是冒着夜间降落的风险，让舰载机起飞。可因返航的飞机挤成一团，舰载机在夜幕中找不到航母的位置。思索再三，斯普鲁恩斯不得不再冒着被潜艇发现的危险，下令航母编队灯光全开，为舰载机指明道路。
即便如此，还是有燃油耗尽的飞机栽进了海里，许多飞机争先恐后的降落，引发了撞击和爆炸事故。美军在这次灾难性的返航中损失了80多架飞机和49名飞行员，甚至远远高出了对日空战的损失，实在是不知道让人说些什么才好。幸运的是，此时日军已无斗志，并没有派潜艇追踪美军舰队，否则美军的伤亡远不止如此。随着美军舰队的凯旋，这场航母大战落下了帷幕，日军舰队损失惨重，3艘航母沉没，700多架舰载机被击毁600多架，自此航母成了摆设，日军彻底失去了太平洋中西部的制海权、制空权。此战后，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大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B-29 得以进驻马里亚纳群岛，日本最大的梦魇李梅火攻就要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有一艘驱逐舰被称为二战最大灾星，但凡是被它护航的舰艇，不是遭受重伤，就是沉没大洋，唯独它几乎毫发无损，每次都能平安归来。有人认为这艘驱逐舰带走了其他战舰的运气，间接害死了其他友军，但日本就是不信邪，还将其称之为帝国海军祥瑞舰。这艘舰就是日本的雪峰号驱逐舰。那么这艘雪峰号驱逐舰是如何做到客死有舰，自己却毫发无损的呢？1937年，日本军部为了扩充海军实力，决定制造一款比过去更加强大的全新驱逐舰，于是便诞生了号称日本海军舰队型驱逐舰的杰作扬言级驱逐舰，而雪峰号就是其中的8号舰。1940年1月20日，雪峰号经过一系列测试后正式服役，加入了第16驱逐舰任崎舰，随即开始了疯狂客死友军的传奇生涯。1940年12月，雪峰号首次参战，负责掩护吕宋岛的日军登陆。在这次首战中，雪峰号遭到美军战斗机的扫射，油舱以及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幸运的是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伤亡。随后，雪峰号被安排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接受修理。不料，就在修理时，一队美军 B-17轰炸机突然来袭，于是雪峰号舰长立刻下令离开港口。神奇的是，雪峰号刚离开，一枚武器就落在了刚刚停泊的位置。然而，和雪峰号后挨着的妙高号重巡洋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不仅惨遭解体，3艘前炮塔被严重损毁，还有35名海军士兵被命丧此地。妙高号的倒霉经历是雪峰号克队友的开始。虽然看似这巧合的事情，但随着后面一系列的诡异发生，雪峰号的幸运逐渐让人瞠目结舌。1942年6月，雪峰号参加中途岛海战，负责护卫和防空作战。然而这一次，雪峰号还没来得及到达战场，日军的主力舰队就因为被美军破译了密码，陷入美军的埋伏。结果中途岛一战，日军赤城、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母被美军悉数击沉，248架飞机被击落，3000多人战亡。而直到战斗结束后，雪峰号终于赶到，却为时已晚，只得在打捞了一些日军落水船员后无功而返。这一战，日军海军元气大伤，参战的各类舰艇受损程度轻重不一，而雪峰号却全身而退，连块漆皮都没掉。更要命的是，在同年10月的南太平洋海战中，雪峰号先是负责护航祥鹤号航母，结果美军却仿佛商量好了一般，集中攻击祥鹤号。结果战斗刚开始没多久，祥鹤号就因为受损严重，被迫撤出战斗。于是雪峰号又被安排给日军的另一艘航母瑞鹤号护航，而瑞鹤号在被雪峰号护航后，也受到了美军的重点照顾。最后虽然逃过美军空袭，但还是因舰载机遇飞行员的损失过半，失去战斗力。中途岛海战，日军一共派出了4艘航母参战，这唯独2艘由雪峰号护航的航母损失最大。雪峰号实在是太幸运了，在接下来的战斗更是坐实了雪峰号的这一点。1942年11月，第3次所罗门海战爆发，雪峰号同样参与其中。这次雪峰号的任务是为日本海军舰队的主力金刚级战略舰比瑞号提供护航。然而在此战中，比瑞号因为开着探照灯遭到美军围殴，再被重创失去战斗力，最终因无法修复自沉大海。此战日军再次遭到重大打击，除了雪峰号，
各类舰艇均有损伤，就连雪峰号的辽舰天津风也严重受损。而诡异的是，雪峰号却只受了点轻伤，而这份轻伤还是因为被友军误射导致的，全舰上下仅有1人阵亡。然而，这还是雪峰号自2战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损失，比起其他舰艇动辄成千上百的伤亡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连串的神奇事件让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此雪峰号被誉为海上的不死鸟，幸运之名广为人知。而日本海军官方也承认它是帝国海军的祥瑞舰。不过就在雪峰号大名远播的同时，日本军中也出现了相反的说法。有人认为这雪峰号会吸走友军的运气，所以和它一起的舰艇都会很倒霉。雪峰号是灾星的说法一出，立刻广为流传。而在接下来1943年7月的科隆班加拉岛海战，更是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在这次海战中，雪峰号搭载的雷达警告装置率先发现了美军舰队，随后旗舰神通号率领舰队开战，却因为过于显眼被美军集中打击受损严重，不得不撤到后方。雪峰号见此情况，于是接替旗舰带领余下的舰队2次发起鱼雷攻击，重创了美军轻巡洋舰3艘，击沉驱逐舰1艘，但终因局势不利被迫撤退。美军舰艇随即紧迫，在追赶过程中，美军舰队对雪峰号发射了3颗鱼雷，其中1枚定深4米的鱼雷本应该直接命中雪峰号，却没想到因为雪峰号水太浅，只有3.8米，因此鱼雷和雪峰号舰底只是擦肩而过。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神奇，虽然鱼雷没有击中雪峰号，却阴差阳错地击中了雪峰号后方正因受损瘫痪的神通号，并直接将其击沉了。而雪峰号的灾星之名再次得到印证，并广为流传开来。同时，人们也将这样类似的现象称之为雪峰的诅咒。特别是到了1944年，雪峰号所属的日本海军第16驱逐舰队的其他驱逐舰已经要么沉没，要么重创待修，只剩下雪峰号依旧完好无损。没多久后，第16驱逐队宣告解散，雪峰号被调往第17驱逐队。同年6月9日，第17驱逐队古风号在与雪峰号同行时遭美军潜艇击沉，雪峰号只好再度干起了打捞友军的老本行。1944年6月19日，雪峰号又参加了历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决战马里亚纳海战。这一次，他又给日本海军带来了天大的厄运。按照原定计划，雪峰号这一次负责护航任务，然而在开战前不久，他却因不慎触礁螺旋桨受损，无法参与反潜巡逻。而那些本应由他护航的3艘日军航母，却无一例外全部被击沉，其余6艘航母也都或多或少的挂了彩。只有雪峰号再次毫发无伤地出现在战场，继续营救落水人员。同年10月，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爆发，日军再次惨败，海军被彻底打垮，3艘战列舰、4艘航母、10艘巡洋舰以及11艘驱逐舰全部沉没，伤亡将近1万人。反观雪峰号这一次战役中，不仅安然无恙，还帮助神风特工队击沉了1艘美国航母。10月21日，雪峰号在与辽舰普风号护送战列舰金刚号回国途中，遭遇美国潜艇海狮号偷袭，金刚号和普风号双双殒命，雪峰号则继续轻车熟路地打捞落水士兵，安全回国。此时，雪峰号灾星的名声已经彻底传开，但日本军方还是不信邪，又派雪峰号去护航当时日本最大的航空母舰信浓号，结果信浓号从首航到沉没仅仅用了17个小时，创造了有史以来最短命的航母记录。到了1945年4月，日本海军集结所有力量，发动孤注一掷的举水作战，雪峰号被编入联合舰队，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略舰大和号护航。可惜这艘被日本军方视为精神图腾的终极大杀器，还是没有扛住雪峰号的祝福，最终在被美军300多架飞机的轮番轰炸中彻底解体，葬身大海。此役，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包括雪峰号在内的4艘驱逐舰幸存。同时，雪峰号遭遇了参战以来的2次重伤，在作战中，1颗美军武器命中雪峰号，而这却是一颗哑弹。
取水作战后，雪峰号又经历了数十次大规模空袭，却仅被击中一次，而且又是哑弹。特别是一次空袭中，雪峰号为了躲避炸弹，不慎撞上自家铺设的水雷，然而水雷引信竟然失灵了，于是雪峰号安全通过。而当雪峰号后面的出川号以同样的规避动作撞上水雷时，这次水雷没有失灵，直接让其解体。值得一提的是，与雪峰号情况类似的还有一艘名叫石宇号的驱逐舰，二者被称为武港雪峰，左是宝石宇，成为日本2大祥瑞舰之一。日军甚至有人以这2艘船开设赌局。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2艘船威力竟然不相上下。因为在二战末期，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而武港就在广岛，佐世保则在长崎。这2艘驱逐舰好像冥冥之中又导致了日本2个城市遭遇原子弹。可以说，这样的巧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开战前，日本共有82艘各型驱逐舰，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艘幸存。雪峰号就是其中之一，且是保存最好的一艘。1947年，美国将雪峰号转送给蒋介石，并更名为丹阳号，直到1971年12月8日解体。不得不说，雪峰号是二战史上最神奇的船舰，它航行了20万公里，参加了太平洋战场大部分重要战役，却几乎没有受到过严重损伤。而跟它一起出击的军舰却没有几艘能安全回来。雪峰号的灾星之名果然是名不虚传。